荷兰这2个星期最热门的话题，我想应该就是荷兰大选结果了。因为有荷兰川普之称的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维尔德斯有望成为新一任首相。荷兰要变天了吗？嘿，大家好，我是小云。说实话，我对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不感兴趣，所以在这里不会深入去聊这个话题。只是这次荷兰大选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对于部分选民来说，这简直是噩梦成真，也有人说这是一场地震，真的没有在夸张哦，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是这样的结果。维尔德斯是以反伊斯兰教及批评伊斯兰教教义而闻名，他曾说要把清真寺和可兰经通通赶出荷兰，他甚至呼吁荷兰脱离欧盟。而对我们这些外籍人士影响颇大的就是他常年坚持的政策反移民，他反移民反伊斯兰教的立场非常鲜明。我的朋友和同事最近都在调侃我，因为荷兰现在已经进入了冬天，气候变得寒冷，有些地方都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我们多几天将离开荷兰旅居马来西亚，再回来这里就是明年春天了，希望到时候这里的气候会暖和起来。也因为这个原因及荷兰大选的结果，他们都会调侃我说，你确定你不是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吗？就连我先生也会开我玩笑说，这次离开之后，你明年可能就再也无法进入荷兰咯。我都会笑着对他们说，这不是荷兰的损失吗？少了一位纳税人，毕竟我每个月都在乖乖缴税耶。在这方面我真的完全不担心，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每个月按法规来缴税，我相信荷兰政府不会杀敌1000自损800。请不要问我把票投了给谁或是支持哪一个政党，我虽然长居荷兰，但我并没有加入荷兰国籍哦，所以我是无法像荷兰公民一样去投票的。这次自由党能够在大选中胜出，全是荷兰公民投票选出来的。在民主国家，我们必须接受和尊重投票结果。而且荷兰选举委员会在昨天，也就是12月1日已经正式宣布荷兰大选结果，并且也声明了没有发现任何会使得选举公正性受到质疑的违法行为。对于还没有拿到荷兰永居的，或是想来荷兰工作或是留学的朋友，会有多大影响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现在形势还不明朗，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无法去预测未来。我相信在现阶段，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地告诉你荷兰未来对移民和留学生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有人现在能够告诉你答案，你都千万不要相信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现阶段你真的无需太过担心，因为目前的政党阻隔还需要一些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就不好说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党必须跟其他政党阻隔才能联合执政，如果没有政党愿意与维尔德斯合作，那么荷兰政府很可能会再一次倒台哦。而且各大党派想阻隔执政，就必须要跟维尔德斯合作，这两者是非常矛盾的。再说了，各大党派在这之前有表明过没有要合作的意愿，如果真的谈不下来的话，就很可能会重新大选了。有一点我必须说，荷兰有一个好处，但也是它的坏处，就是若要执行新法或是修改立法，是需要通过一层层的审批的。由于荷兰没有宪法法院，只有众议院有权提出或修改立法，而参议院还要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辩论，这一方面是非常耗时的，这很可能就会耗上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有一点现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现阶段荷兰的生活条件，不管是对于公民还是外籍人士，都不是那么理想，这也引起了荷兰人民包括荷兰公民的不满。比如说住房短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民购物力下降等等，这些我都颇有同感。
我也非常希望新政府能够减轻人民的税负，这里的税率真的太高了。总的而言，荷兰政府至今尚未成功阻隔，要来荷兰的朋友，无论是为了工作还是留学，都要先考量一些现实的问题和自己想要些什么。在之前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过，荷兰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国，我们只是在这些完美与不完美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平衡点罢了。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人任何事，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和不断投资于自我成长。所以我觉得现阶段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好好善待自己，其他的事情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吧。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星期马来西亚见。这次我们将到东马去吃喝喝走走看看，我们非常期待，希望这次会有惊喜多过惊吓。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